大家好，我是电脑阿达。那大家看一下，还记得这是什么东西吗？这个是 Insta360 Go 的第2代。那这个系列呢，当初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款新形态的摄录影微型相机。它的体积这么小，然后就可以带给人们大大的拍摄乐趣。不管是你要挂胸前挂帽檐，还是用小型立架来搭配自拍棒，有各种摄影模式可以用。那如今它也推出2年多了。这个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蛮爱用的，像我之前去钢弹那边也是有用这个。今年终于要推出新品 Insta360 Go 第3代。那这一代Insta360 Go 3呢，我个人会觉得它比较像是把 Go 2跟 One R 组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箱看看，这是 Insta360 Go 3又搞出什么新花样。开箱，那大家先看一下这个不一定是上市版的外盒这个是厂商给我们的一个抢先版到时候如果长不一样的话，那就以市售版为主。最上面就 Insta360 Go 第3代，这里面应该都是手册之类的吧。那这个呢，就是可以挂在帽檐的东西，这个就是它的充电盒本体，这个就是具有粘贴功能的底座。磁吸支架，这个相当好用。那这个就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磁吸吊饰。那它后面还有一个这个角度调整配件，所有的配件大概是这样子。首先我们先从 Insta360 Go 第3代它的外形说起大家可以看这个外形跟2代看起来好像没有两样，对不对？但其实3代有体积大一点，但是呢，它的本质提升非常的多。首先是画质的部分它从原本的1440提升到2.7K， 而且它的续航也增加了。以官方给的数据来看在 1080p 30帧的模式下拍摄两者的差异如画面所示，续航差蛮多的。当然如果要测试的话，我们就要用最极限的环境来做测试。我们在 2.7K 的画质下，在大太阳底下骑机车一直拍，它也录了39分钟才会录到没电，而且也没有发生过热的情况，不像之前可能录一录。虽然还有电，但是它很容易自己过热就停了。这个产品拿来当行车记录器用也比大部分的 1080p 的行车记录器好多了。只是说画面上没办法显示时间，这一点就比较可惜一点。续航也没有行车记录器长，但是你如果一般通勤上班用的话，它其实是很够的。那另外一个提升呢是麦克风，它由原本的1个提升到2个，而且它可以透过设定像指向型、立体声，还有抗风噪等等。我现在是用它内建的麦克风去录音，现在是用立体声。那大家听一看这个声音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呢，我使用指向性收音的一个效果。那我这次一样是走类似的环境。那跟刚刚的立体声，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现在呢大家听到的是我使用降噪模式的收音。那大家听一看现在的声音怎么样？旁边正常来讲都有一些丛林鸟叫然后有一些风的微微的声音，今天风不算大。那大家可以听一看现在的声音表现。此外，它的防水等级也比上一代提升一些。在安装镜头保护盖的模式下，它可以拍水下5米左右的画面。那关于Insta360 Go 3代的本体就稍微介绍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它非常有创意的一个配件。那像这个简易夹，就是拿来夹帽檐、夹头带这种，可以打篮球或者说你在行走的时候都相当的好用。那像这个磁铁吊饰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卷绕式的，它可以这样子，然后放在我们的衣服内侧，再吸上Insta Go 360，你怎么跑都不会掉。你看，真的相当的牢固。而且这次的磁铁吊饰还多了这个角度的调整配件，将它磁吸在磁铁吊饰的后方一样是放在衣服内侧。这样 Go 第3代它的拍摄角度就会有点倾斜，比较适合在骑车的时候来使用。而这次最大的更新莫过于是这个 Action Pack， 它舍弃了原本之前这种充电盒的设计，换成了类似像 One R 这种造型。那 Action Pack 呢跟 Go 3一样，它的全机都是白色的。就运动相机来讲，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容易脏吧。你像我这个都有点发黄了，这种用久了它就发黄。所以我希望Insta360它以后除了白色款以外
也出过黑色款，感觉会更好看，而且比较不会变色。那在它的机身上方这边呢，有个录制键，侧边则是有电源开关键跟快速功能键，而且还有个扬声器。那在它底部这边这个地方是有磁吸力的。Action Pack 它整机具备 IP4 防泼溅能力，不建议在下雨天的时候拿出来使用。这个 Action Pack 的最大特点呢，就是这个2.2寸的翻转触控萤幕，它比上一代那个小到不行的萤幕实在是好上太多了。要知道上一代 Go 2如果要靠那个充电盒来操作，老实讲有点不太容易大部分的时候还是需要透过手机 APP 来为 Go 2进行操控。那这次设计的这个 Action Pack 呢，也算是完美解决了操控起来没有那么直觉的问题。比起以前 Go 2必须要透过手机 APP 才能看到自己的构图来说，这实在太方便了，几乎不太需要拿出手机来使用。像这样子放进去，它就装上去了，你要甩都甩不掉，你要拔也拔不出来，你必须按住侧边这个开关才能拿出来。所以这个稳定性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你以为只有这样子而已吗？不止，它可以在分离的状态下远程控制 Go 3。不过这种模式呢 ，Go 3跟 Action Pack 就不能离开太远，不然的话信号可能会断掉。但是呢，你这样子控制，你是可以看构图的，这来讲已经相当的方便了。而在不同的拍摄模式下呢，续航就有所差别。结合这种 Action Pack 来进行拍摄的话，在 1080p 30帧的模式下，我们可以录制170分钟。那我们也实测如果你用 2.7K， 然后在自己房间持续录影的话，它也可以录140分钟，所以相当的长效。而在这个 2.2寸的触控萤幕上呢，能做的功能几乎跟One R 系列完全一样。它可以设定视角、画质、功能设定、回放等等。而在视角选择方面呢，这一代它提供了超广角、运动广角、线性、窄视角。要拍摄比较不变形的画面的话，你可以选择线性或窄视角。而拍摄模式呢，除了原有的 Free Frame 以外还有延迟摄影、移动延迟、慢动作等等。那这次更加入预先拍摄、循环录影、定时拍摄等3种功能。那个人觉得比较实用是定时拍摄这个功能。你可以设定好时间之后将 Go 3架在要拍摄的地方，那等到时间一到它就会自动开机摄影。如果你在旅馆里面想要拍日出，你只要设定完，时间到它就可以自动开始拍摄，这个功能相当的实用。另外这次 Go 3还能使用语音控制功能，它有开始录影、停止录影、关机等等。那在防手震部分呢 ，Go 3它这次提供了3种防手震模式，可以看到稳定性相当的高，而且还没有任何裁切。只是在防手震的模式下，无线传输的画面它之间会有一个稍微的延迟现象。如果你防手震的档位越高延迟就会越明显。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你们拍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拿来构图。当 Go 3装上Action Pack 之后你还是可以透过手机 APP 来进行连线。但是呢，连线之后呢 ，Action Pack 的这个画面它就不会再呈现了。此外目前的 APP 为封测版，在里面呢只能设定视角、画质、回放选择等功能。防手震跟麦克风类型目前还是只能在 Action Pack 里面设定，正式版之后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次的 Go 3除了 Action Pack 这个充电控制盒以外还有全新的磁吸底座，也是相当的好用。它可以分别将 Go 3跟 Action Pack 都直接吸在上面。那它底部有一个1/4寸的螺孔，你可以装上有粘贴功能的底座，当做一个稳定的支架来进行定点拍摄。当然也能安装在自拍棒上，不管你是要自拍还是拍风景，都让这一代变得相当的完美。就这次Insta360 Go 第3代的体验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由原本的充电盒改成 Action Pack 这种有萤幕的设计，而且还大大提升了 Go 3的续航，也加强了拍摄的便利性。
而画质啊，除了提升到 2.7K 以外，它的成像品质有明显的提升。像这一段啊，边走边拍的影片中，就算有拍到逆光处，不管是暗部啊、亮部，都表现得很好，拍摄的人脸也不会黑掉。再加上有3级防手震啊，就算是边走边录，还是一样很稳。像这样啊，就算你直接对着太阳硬干，暗部的部分也不会全黑，整体画面也不会因为大逆光而看不清楚，是非常不错的。但我觉得像这种运动相机之类的产品啊，夜间拍摄都不是他们的强项。在夜间啊，如果你开启防手震的话，还是会有画面抖动的情况，只是相对来说啊，已经比前一代好上不少了。这样的表现对这种超小型的摄影机来说，老实说啊，也不能再强求太多。那拍室内的环境啊，我是觉得勉强堪用。这一类型的产品还是比较适合好天气。那在天气好的时候啊，拍摄比较晃画面或运动方面啊，用 Free Frame 模式拍啊是会最好的。但是它画质啊会降到只剩下 1440p， 但是可以透过Insta360 Studio 来进行后置。可以事后啊对该影片啊进行调整视角，也可以加入Full State Stable 防震效果，调整空间会来得比较大。那最后呢 ，Insta360 Go 第3代，它这次共有32GB、64GB 跟128GB 3种版本哦。因为它不能扩充记忆卡，所以啊你要买的时候你就要想清楚，你可能要拍摄的时长，直接选好。那以我这台64GB 的容量来说啊，2.7K 30帧啊，它最高啊可以拍2小时53分钟，已经接近3小时了。再加上啊这次的长续航，以这一代啊全面进化的 Insta360 Go 第3代来说啊，相当适合给啊想要轻便拍摄运动题材或日常记录 Vlog 的人使用。我是觉得啊，它已经是一款相当成熟的产品了，也推荐给大家参考。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开箱，记得帮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意见，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